最后又跑到一个美国医院去。这美国医院就给我们拿了几包口罩，没有收钱，说这个东西我们不卖，但是有送的，一人送了2包，还嫌不够，然后我们又跑到阿联酋本地医院去，一人送了几大包回来，这是免费送给你的。你看他这么对待中国人。后来疫情比较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缺医疗物资，阿联酋是一飞机直接运过去，对不对？直接去免费给你送。那你想想，你这个小弟都这么懂事呢，那么你出点问题，我能不抬着你吗？对不对？所以你就算有诈骗，说实话，那诈骗不得也是中国人吗？我们自己人过来诈骗，那我不帮你清除掉吗？那阿联酋也很配合啊，赶紧把他们都清除出去。他又不指着这个东西赚钱，对不对？然后把他们赶出去清理掉，那对大家都好啊。所以阿联酋和中国的关系也还是不错的呀。这个国家像我们昨天讲的安全，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因素就是，它不是像我们身边那些国家依附某一个大国。他是跟每一个大国关系都把它搞好，跟中国关系好，跟美国关系好。你看这边中国那么多企业，习大大来阿联酋的时候住的还是8星级酒店皇宫酒店总统套房，这一份待遇其他国家没有。习大大过来直接访问，那穆罕默德也经常去中国去访问，这关系是很友好的。包括在我们国家买什么，买军事武器，买很多东西啊。花钱嘛，搞好关系。他们还有一个基金会，大家知道中东有个基金，世界上有2个臭名昭著的基金组织，一个是车臣基金，大家应该知道哈，另一个是中东基金。那这2个基金是跟恐怖组织挂钩的哈，恐怖势力挂钩的。那阿联酋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基金，他们是有20%的资产固定流向中国，就20%的钱必须给到中国，给到中国企业去投资。他跟中国关系很好啊，他跟美国关系也好啊。美国特朗普把这当家一样，特朗普大厦、特朗普庄园、特朗普的产业、特朗普的公司搞一大堆在这边。俄罗斯人也是啊，这里边产业很大，俄罗斯人也很多的。俄乌战争开打之后，这个瑞士还作为曾经的中立国家，他还扣留了阿联酋扣留俄罗斯人的资产的，对不对？那么阿联酋也是一个小国家，他也很无奈呀。但他没有扣俄罗斯的资产，也没有去伤害乌克兰，顶住了压力，跟每一个大国关系都好哈，所以他们斡旋在大国之间，受大国的一个保护，至少你不用去欺负他。那伊朗打这个阿联酋，美国也心疼啊，对吧？你不仅轰炸了我的军事设施，还轰炸了我的盟友好伙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它也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你说阿联酋航空，我跟大家说，那真的是很厉害的了，就是不管哪里它都飞，不管哪里都可以飞。之前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打仗的时候，我们中国航空全部停了。之前有一个重庆的团队从重庆飞过来，飞到迪拜，结果在天上飞了8、9个小时，在成都降落的，就是因为印巴战火再起，那一段的空域不让飞，所以飞了8、9个小时就回来了。这是阿联酋的航空，还是飞来飞去？你打我一下试试吗？你不会去打他的。你也知道阿联酋飞机，比如说 A380，大家坐的是 A380啊，上面那一层基本就是头等舱和是个商务舱，下面有一半基本上是商务舱，非富即贵，都是有权势的人，你怎么打他嘛？还是一个比较热衷于和平，还是一个这个相对中立的国家哈。你看他不仅跟阿拉伯人关系还不错，他跟以色列关系也好。那伊朗人也有重大的一个出口和进口放在阿联酋啊，放在迪拜呀，所以这也是它安全和稳定的一个因素哈。再一个就是你在这边发展经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这边的货币很稳定，它跟美元之间的兑换是恒定的。现在的货币主要的世界货币那还是以美元为主啊，以美元为主。中国的人民币还是只有那么几个国家在认可，可能以后会有更多的国家去认可，那暂时还是以美元为主。它跟美元是很稳定的一个汇率，跟美元进行绑定的。那你在这边做生意去保障的呀，不会说因为你的国内的货币大跌大涨造成你的生意的一个损失，它是很稳定的，经济稳定，货币稳定，那就容易发展经济啊，发展贸易。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哈。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右手边哈，这个沙漠里面哈，这个沙漠近郊沙漠这种荒漠地区，你看还是比较特别的，它的沙子是泛红的，发现没有？有的是黄的，有的是泛红的，有的是粉红色的。之前那个《花儿与少年2》就是在阿联酋拍的哈，这个沙漠里面拍的，七彩沙漠很好看的，很漂亮的。
杨导，就是您方不方便讲一下这个他们这边那个电信运营商，还有他们这个电网体系，如果您知道的话，讲讲这个。电网和电信是吧？比如说他是像国内几大运营商，有没有虚拟运营商？他们那个电网是这个电压是多少？是怎么输配电的？把它挂上去，电费一会儿就行了。等等啊，一会儿看不是够不够，给他绑上，给他，让你感受热情似火，热情的沙漠。关于刚刚这两个问题，其实朋友们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聊过这个问题啊。其实像这些国家哈，他们的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就像大家说的，有这个太阳能哈，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太阳能可以利用，对不对？那这边做太阳能是非常好的，一年就10来次的一个降水，也不用担心它什么被遮盖、被大山遮盖啊，都不用担心哈。而且它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比较朝向，也是比较纬度比较低，离赤道相对来说要近一些的地方。太阳能应该是很丰富的哈。这些国家的国家电网呢，他们最早的时候更多的用的是这个火电，就这边呢不只是石油很丰富哈，他们的天然气同样是很丰富的。天然气哈也是世界排名前5的一个地方，阿联酋的天然气很丰富，所以可以发展火电，也非常非常便宜哈。那后来呢，慢慢的哈，他们也会去尝试一些新能源。那比如说他们这边会有这个清洁能源哈，就是有这种潮汐的，但是很少。他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海上的浪很平静哈，所以很少有潮汐的，也会有很少的风能，的风能哈。那再稍微多一点就是核电，核能哈。之前不是被这个炸过嘛？伊朗也胆子大哈，但是他说的炸过也是无人机在那落在地上砸了一个坑啊，朋友们，真炸核电站谁敢啊？太吓人了。那还有一个能源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太阳能，在阿联酋有一个全中东最大的太阳能公园，这个太阳能公园是中国上汽集团在给它建设的，中东最大的一个太阳能源。我们几号到？在这个迪拜的沙漠里面哈，太阳能源，那这边的条件其实很好，白天的时候可以用它的这个光能，晚上的时候可以用它的热能。中国大家应该知道哈，中国的这个电力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哈。尤其是中国的一项技术就是储电技术，对不对？那天有朋友说，那为什么他不把沙漠全部覆满这太阳能啊？首先第一个哈，您想一下，如果把所有的沙漠都覆盖成这个太阳能板，那你在上空去看这个地方，它全是反光的呀，那就跟一面镜子一样，也不合适也不安全。那太阳能板嘛，可以去这个防治风沙，有一定的好处，但这边还好，风沙其实还好哈。那再有一个呢，确实一个清洁的能源，也能够降低这个能源的价格。现在哈，阿联酋的能源价格很低哈，这个电费很便宜。当然，现在我们在国内的商业用电是相对贵一点的哈，都是一样的。但是家用电是不是比较便宜啊？大家的家用电从基础开始算是多少钱一度啊？1块钱一度，5毛8。可能不同的区域啊，或者不同的城市啊，也会有一些区别哈。那在阿联酋这边哈，迪拜这边是0.25元啊，就是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5毛钱一度，5毛钱一度。在这些国家，但是你不能算人民币，你只能算迪纳姆的价格，也就是相当于中国2毛5一度。这个电你用得起吗？随便用，对不对？这个电就很划算哈，在这些国家电费它就变得很便宜。首先，天然气它也很便宜，再用太阳能它也很便宜，但是它没有什么储电哈，都是不需要储电哈。这个毕竟这个太阳能是用不完的哈，除非宇宙大爆炸呀。那这是刚刚讲了一下电网哈，大概就这些东西。那就是他们这个电信和通讯这一块。那在阿联酋呢，其实有3个大一点的一个电信公司，一个叫做伊提萨拉，一个叫做 DO。还有就是 Virgin， 这3个是大的一个电信公司，但他们的主要的基站呢都是依赖于华为。迪拜是以度为主，阿布达比是伊提萨拉为主哈，就是国家性的一个企业单位。他们都是以华为这个基站搭建的5G时代，
所以你在整个中东地区，在阿联酋应该是算是网络最好的一个地方了，网络最好的一个地方。钢石武器刚刚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全球很多国家不接纳华为嘛，那阿联酋是接纳他们的，并且给了他们一个500亿的一个大订单来支持他们，所以在华为在这边发展也挺好哈，华为的工作人员在这边很多，那还有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的在这边也会有哈，主要还是以中国的这些电信设施为主。那么发现你走出这个东亚地区几个国家，很多国家的这个电信啊、网络都没有特别好哈，阿联酋还是算可以的，在沙漠国家当中也还是算不错的哈。是他们的一个电信和一些网络哈。那这边的网络的话就很贵，很贵哈。像那天我在总统府的时候，还跟我们一个团友在聊，就是网络在这边是价格很高的，买个9G 啊，我那天给他看的是2G 的网络，2G 的网络就是你买2G 的流量，大家猜一猜要多少钱人民币啊？几天的？2G 是1天还是7天？7天。2G 7天，7天30-50块。这个2G 的流量应该说是很少的，也不太够用的哈。那天我看的价格是52.5迪拉姆啊，我记得我跟一位朋友在这个总统府里面看过52.5迪拉姆，就相当于100块钱人民币了，100块钱人民币买2G 哈，是很昂贵的哈，是很昂贵的，很划不来的。你买的少就更贵了，那个300的流量是30块钱哈，是15.75迪拉姆。这边的网络是很贵的，所以大家过来呀，有朋友说，那在其他国家可能只要1天10几块钱、10来块钱就够了，在这边还一般就是20。如果你不开其他的，你直接开通这个漫游，1天顶价是30人民币哈，1天30人民币一天，比其他很多国家都会贵一些。阿联酋是最贵的哈，他们确实花了很多钱去建的哈，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刚刚大概聊了一下电信和网络哈，像我们平时的这个 WiFi 家庭 WiFi 哈，都是比较贵的，尤其是现在国内有一个无限流量，对不对？几十块钱1个月的一个套餐，对不对？很便宜啊。在阿联酋，如果你要开无限流量，1个月大概是在700块钱人民币左右哈，就是1年你可以算一下你的这个话费要花多少钱。1个月就算是600块钱吧，就算折中一下稍微便宜点，600块钱1年得7200。很贵哈，很贵，这也是这边的消费成本高的一点啊，这也是我们生活成本高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就是电信和一些网络问题哈，还有这个能源问题。昨天大家有提到还有个能源问题，就是说这边炼油哈，还是跟大家说一声，这边几乎不炼油，全靠出口，把原油出去，再把成品油弄回来，再卖的哈。但还有其他的疑问吗？想要了解的东西，有感兴趣的可以问我，可以问。那这个国家连炼油厂都不建，它是这个国家是它的安全考虑，怕建炼油厂怕被炸，还是这个国家太没远见了？其他的哈，我们先聊点其他的，再回到这个话题来。阿联酋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哈，它是阿联酋是有7个酋长国。昨天大家在问国王啊，什么制度哈，他们是一个总统制的哈。阿联酋是有一个统一的总统的，7国共主啊，共的一个总统。这个主的话就没有什么实力哈，有点类似于这个君主立宪，但是有点类似于这个联邦制度哈。他们这个总统呢，不相当于皇帝，那确实是国家的话事人。这个话事人主要是负责外交和军事群体哈，像阿布达比的谢赫穆罕默德本扎伊德阿拉拉扬先生，他负责的就是外交和军事这2个大权，整个国家7个国家的一个大权哈。那其他6个国家都担任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阿布扎比哈，我们先聊一下，他为什么是总统啊？为什么他的元首是总统呢？是这样子的，阿联酋一共有7个酋长国，总共的面积是8.36万平方公里。那阿布扎比一个国家就独占了6.7万平方公里，几乎占了3/4。整个国家的石油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阿联酋，占了阿联酋几乎全部占在阿布扎比，阿布扎比占全阿联酋的资源是92%，迪拜5%。沙迦和其他几个酋长国，沙迦大概是2%左右，
其他的4个酋长国共分1%的一个能源，石油资源哈，石油资源，所以最有钱，土地最多，而且还有一点，它的人口也是最多的，400来万人口，本地人会居多一些，外来人口会少一些。迪拜的外来人口和沙迦的外来人口是最多的。整个国家1040万人口嘛，迪拜现在也将近是400万人口，但是迪拜的外来人口会更多一些，阿布扎比的本地人会再多一些。那还有一个历史的遗留原因，在1971年是我们那天讲过了，是扎耶德通过和平政变上台之后，他联合了其他的几个酋长国组合在一起的，他就是这项运动的一个发起人，他的后代也是理应成为他的继承人，理应是国家的一个掌舵人的，这也是阿拉伯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我们那天聊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那先是兄终弟及，后是父死子继啊，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他历来阿布扎比的这个酋长历来就是阿联酋的总统，那谁是老二？阿联酋第2大酋长国就是迪拜，迪拜只有3800平方公里，人口有将近400万人口，这个人口就很密集很多，所以大家都知道的都是迪拜呀，好有钱好有钱，那就是它的名声会比较大一些，来迪拜的外来务工的人员也会多一些，这边的贸易做的也会更好一些，因为阿布扎比基本上依靠石油就差不多了，其他的干不干无所谓，说实话太有钱了，根本花不完。但是迪拜这边的石油只占5%啊，所以它大力发展其他的一个经济哈。迪拜的酋长是整个阿联酋的副总统，还有总理还有总理、副总统和总理。那再就是第3大酋长国就是沙迦，沙迦就是我们一会儿会去到的，我们先去到沙迦，再去阿基曼转一转。沙迦和阿基曼是，阿基曼是被沙迦圈在中间的一个地方哈。那个沙迦就是第3大酋长国，第3大酋长国2800平方公里，它的人口只有157万人口啊，人口很少很少哈。你看，相对于迪拜来说，国土面积没小多少，人口呢小太多了哈。那沙迦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文化之都哈，一个文化之都，你可以这么理解哈，有点相当于中国的这种西安、南京这样一个地方，文化名城历史名城。迪拜的话，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的深圳啊，像上海呀、广州啊，或者是香港这样一个地方，做贸易经济发达的一些区域哈。那阿布扎比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呢，北京那毫无疑问政治性地位最高的地方。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就是拉斯海马，其实现在我们在乌姆盖万乌姆盖万那边过去就是乌姆盖万。乌姆盖万呢，就是有酒的地方，昨天跟大家聊过是靠海的。然后拉斯海马这边就是山比较多一些，依靠这个珍珠行业珍珠采集行业，珍珠的一个养殖行业。那还有就是阿基曼，最小的一个国家，最小的国家只有250平方公里，一会儿我们也会去到那还有一个国家叫做富基拉，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觉得很富那边有很多的绿洲那边有很多的这个种植园在富基拉。像我们昨天在那个呆堡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爬上去之后看到那个下面有森林，有一些种植园那边他们会有一个传统的东西叫做夫拉吉。夫拉吉是什么东西呢？是阿拉伯人的一个灌溉的一个工具，就有点类似于中国新疆的坎儿井，有点像，但不全是夫拉吉原始的一个灌溉和种植。那这是这个7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蛮有趣的。7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独立的，除了外交和军事统一之外，政治、法律、司法等等，经济都是经济、司法、政治都是独立的。比如说像在迪拜，如果说你闯红灯，就是行人你走路闯红灯，没有走斑马线，或者是闯了红灯，那会是什么惩罚呢？罚款420迪拉姆罚款420迪拉姆。如果是车，你开车去闯红灯，它的罚款是3000迪拉姆一次，是6000块钱人民币。那这个车会被扣留30天，如果你想车不被扣留，这个车直接拿回来，这个时候你要每天交200迪拉姆的罚款，也就是差不多是9000迪拉姆，18000块钱人民币的一个罚款。才能够解决这次红灯的一个危机，然后扣12个黑点这边的驾照是算的黑点，这样的惩罚。但是到阿布扎比它就不一样了，他罚的款就要少一些，钱就要少一些。到沙迦它又不一样了，
到阿基曼到纳斯海马也不一样，都不一样。你看，就是一个简单的交通法和一个罚款都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你更何况是经济呢？所以大家就会知道，那阿联酋的国家有些穷的穷，有的富的富，穷的穷死，富的富死，贫富差距就很大呀。但是阿联酋不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大家知道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啥？是哪个国家吗？也是一个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沙特的贫富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没有之一，全世界最大的。因为沙特现在还是这种国王制度嘛，现在虽然小萨尔曼已经开放很多了哈，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在他父亲手里哈，一直传承中这种制度，也是这样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哈。这个小萨尔曼是他父亲强行扶植起来的，本来他的顺位继承人不是小萨尔曼，是他父亲强行来扶上去的，就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个现状。他们的贫富差距为什么大？跟大家说一个小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他们国家会有很多的王爷、王公贵族，他们大概有将近是100多个王爷。就是跟我们以前的这个皇家一样的，到处都是王爷，分封王爷。那他们是家族的，因为家族的人太多了。在沙特大概现在有30个至亲王爷，最亲的，就他父亲那一支和他那一支的至亲王爷。在他们改革之前哈，前几十年改革之前，小萨尔曼上台之前，这些王爷有多有钱？他们每个月可以从国库支出，就是这个最亲的这30个王爷当中，可以每个月支出3000万美金。从国库拿钱哦，300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一个月花几个亿啊人民币，你说有多有钱？但底层人民是分不到。